上辈子当片儿警，穿越得全要脸。修仙世界，美人在怀，爽。就是修为低了点儿。陈凡哥哥，等这次闭关出来，我就去求师尊，让他老人家同意我们。清雪，你放心修炼，我也会努力的。陈凡，你入门3年，修为停滞炼气3层，按宗门规矩，你无资格留在各峰修行。即刻起，冲入我执法堂为义。走吧。张执事，可否通融一二？陈凡哥哥他只是……林世直，你已被测出有圣女之姿，道府管理堂也暗示你与圣子有缘，还是少管这些闲事，莫要自误前程。张执事，何须如此急切？苏峰主，门规如此。再者，我执法堂最近在黑风秘境折损了不少人手，正需要补充。那陈凡去了，不也是被你们当成炮灰吗？师尊，陈凡，这是宗门规定，你一路小心。陈凡哥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是多想想和圣子大人的姻缘吧。等等，张执事，我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你啰嗦，有屁快放！这算是宗门内部借调呢，还是强制拘押？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区别没区别？你这合规吗？前世干骗警，这辈子好不容易修仙了，结果还是干骗警，穿越的还挺对口，但这破宗门也太黑了。要是能给我个机会，我肯定用法制重振这个破地方。检测到不甘与惩恶意志，匹配到合适宿主，正在适配职业习惯。什么声音？适配完成，恶贯满盈系统激活成功。本已根据宿主前世职业习惯优化为执法通辅助系统，初始界面加载中。这界面怎么这么眼熟？发放初始绑定奖励：因果律功法口业篇执法审讯特别版。备注：使用时需先宣读嫌疑人权利。口业篇让恶人在心神被摄时口吐真言，但必须先告知权利。这系统还真讲程序正义。特别提示：根据玄天宗执法工作规范第3章第5条，每次使用口业篇需记录在执法公益日志中，并附使用情况说明。行吧，专业对口到这种程度，我认了。任务描述：执法庭一领队王霸长期欺压新人，克扣零食，涉嫌多起治安案件。这系统还挺正规。新来的陈凡，懂不懂规矩？先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孝敬出来。王霸同志，我是执法庭临时工陈凡，现对你进行询问。你刚才的行为涉嫌敲诈勒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6条。啥？你说啥玩意儿？根据规定，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请你如实回答姓名、年龄，在执法堂担任什么职务？你他妈给我装蒜是吧？给我揍他！暴力抗法是吧？罪加一等。王霸同志，请你如实陈述最近做过哪些违法犯罪行为。我昨天偷偷扣下了本该交给张狂执事的3株百年血灵草，藏在我床下第3块砖里。涉嫌盗窃罪，还有其他罪行吗？你对我做了什么？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主动退还赃物，赔偿损失，争取宽大处理；第二，我向张执事报告。你猜他会怎么处理你？陈爷爷，我选一，我马上退，领队职位也让给您，求您高抬贵手。态度不错，去写一份悔过书和退赃情况说明，一式3份，明天交给我。多谢陈师兄。成功惩治恶徒王霸，奖励：修为提升至炼气大圆满，下品灵石乘100，执法工作手册乘1。还真是专业配套。所有一组集合，前往黑风秘境协助大主峰，延误者严惩。发布会配枪。李师兄，我们这次收获少，能不能通融？穷鬼就别来，要么自愿补足灵石，要么滚去西边独占谷碰运气。大家都自愿一点，我们执法庭也好维持秩序嘛。虎哥辛苦费总是要的。李虎，你这是在勒索！赵师姐，话不能乱说，这些都是师弟学妹们自愿孝敬的辛苦费。王霸兄弟可以作证，宗规哪条说不让自愿了？李虎，执法堂巡查员陈凡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在此设卡收费，有无审批手续？收费标准是否公示？收费依据是什么？这愣头于谁？虎哥，这就是小珠峰那个陈凡，因为修为停滞，被调到执法堂当差，但是现我当是谁？一个练气期的废物，也配跟老子面前装蒜？给我废了他！你们正在实施暴力袭击，第1次警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第2次警告，第3次警告无效，现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炼气大圆满，这还喊什么警告？有点意思，老子亲自废了你！这个陈凡诬陷同门，我也是按规教训教训他。你们明明就是在收保护费。李虎，记录分赃的账本和篡改的地图，你放在何处？账本和地图在我怀里。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说？诛心取证，智破僵局，奖励修为提升至筑基中期，灵气青钢剑，补切运金丹10个。我杀了你！暴力抗衡，现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击毙嫌疑人。陈凡师兄，若非您今日仗义出手，我们这些人怕是连宗门任务都完不成。阿明，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上个月被李虎强收辛苦费，连买聚气丹的钱都没了。诸位同门放心，往后绝不容许此类恶行再现。陈师兄万岁！往后这秘境入口按宗门规中办事，该交多少便是多少，多一枚灵石都不必给。陈师兄万岁！陈师弟，你那让李活口吐食言的秘法，当真神奇。机缘巧合罢了。话说回来，张执事那边你需小心，李虎能在秘境盘踞多年，背后定有人撑腰。我真要看看是谁在背后。对了，如果张执事涉嫌犯罪，按照管辖规定，该由谁立案侦查？虽然我不知道什么立案侦查，但是包括张执事在内，整个执法堂都是堂主、刑律长老掌管。哟，咱们的陈大领队回来了，听说在秘境大发神威，连大珠峰的弟子都说杀就杀，好大的威风啊！请注意你的言辞，如果你对我执法过程有异议，投诉在那边。我没投诉啊，话不能这么说，陈领队也是依法办事嘛。不过大珠峰那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如果大珠峰方面采取非法手段报复，那将涉嫌打击报复证人，罪加一等。怎么，执法堂惩处恶徒，还需看谁脸色不成？果然，这执法堂从上到下早已烂透了。张执事，你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张执事，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那陈凡断了我们在秘境的财路不说，还杀了大珠峰的李虎。叫陈凡和赵显新过来。事情我都听说了，做得好。秉公执法，不畏强权，正是我执法堂脊梁。即日起，你升任巡查领队。张执事，这个任命，你先去新的领队院舍吧，好生休息。谢谢领导。那我先去做交接手续。啊？还要办手续？当然，工作交接必须规范，避免后续责任不清，请配合。王八，配合他。喜欢讲规矩，好，我就用规矩玩死你。陈师弟，今天多谢你。赵师姐客气。陈凡哥哥，这位是执法堂的赵甜心师姐，多次相助。师姐，这是林清雪。原来是赵师姐，多谢你照顾陈凡哥哥。林师妹客气了，你们聊，我先告辞了。你没事就好。道理管理堂的人最近总在我耳边念叨圣子，我有点怕。别怕，道理堂找你的事你有记录吗？这属于干涉他人感情自由。陈凡哥哥，我们是在谈恋爱，不是做执法调查。感情问题也可能涉及律法问题，必须重视。等等，这不符合询问规范。现在能好好谈恋爱了吗？能。不过这个吻，我想也还你一个。陈凡哥哥，张执事，那陈凡必须死。清雪近来对我越发冷淡，定是此人从中搞鬼。圣子稍安勿躁，您可知那黑风秘境核心有一处上古禁制幻心泥阵，一次最多只能容纳3人进入，且阵法一旦完全激活，从外部极难强行破开。此言何意？我已派王霸为向导，引陈凡和赵铁心前去探查，届时陈凡必被禁制绞杀。而更妙的是，阵眼处有一株合欢腰莲，其香气能让人意乱情迷。赵铁心，那个执法堂的烈马，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张执事，好事岂可独享？圣子有兴趣？好说，待王霸出来报信，你我便可一同进去。届时那赵铁心还不是任由我们摆布？一石二鸟，不是3鸟。此事若成，我大竹峰必有重谢。张执事，真的不能进吗？本来只是让他们几人探查一下秘境外围，没成想这陈凡心高气傲，居然闯入秘境核心禁地。但愿他们能化险为夷，我等在此接应，若有变故，定当全力营救。一定要平安出来。清雪，秘境探险生死有命，待此事了结，你便安心准备我们的婚事，不要再为无关之人费神了。我的婚事不劳圣子费心。此地气息令人不安。赵师姐放心，就是个小事儿，开了这禁制，第一届弟子也能进来采集，是大功一件。果然有诈。王霸同志，现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是否存在危险？你是否受人指使？陈师兄，您说什么呢？根据规定，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现在回答，是不是张执事指使你害我们？是张执事让我带你们来触发禁制，他说事成后给我好处。禁制的死门是左边那个石孙。啊！果然有诈！死吧！陈凡，多亏了你。正当防卫，情况紧急。等等，七彩莲花，好像不对，这是好热。陈凡，这香气有问题，致幻物质。不行，不能跟师姐这么不明不白。赵师姐，你现在可能意识不清，这个吻可能涉嫌……等等，赵师姐得罪了，你现在吸入了不明致幻物质，我需要对你进行紧急救助。回秦桧职务，依法销毁。师姐，你醒了。师弟，我们……你放心，我们没发生什么，那朵妖花已经被我销毁了。定是那张执事搞的鬼。圣子，快看，阵法有动静了，定是王霸得手了。太好了，张执事，等下进去，赵铁心那匹烈马可得让我先驯服一番。圣子放心，这等妙事自然同乐。陈凡那小子估计已经成了花肥，剩下的还不是任我们摆布。陈凡哥哥，师姐，是你们？王霸呢？王霸，他涉嫌故意杀人未遂，已死亡。什么？张执事圣子，我需要就王霸涉嫌犯罪一事对二位进行询问。陈凡，你竟敢残害同门王霸，证据确凿，本执事今日便清理门户。张执事，你现在暴力执法，我有权提出申诉。下犯上，罪该万死。清雪，快躲开！你指使王霸害我，现在又暴力执法，罪加一等。王霸尸骨无存，死无对证。张执事，圣子，好大的威风！此子杀害同门，罪不容诛。是否杀害同门，当由执法堂公愤定罪，还是说你们心中有鬼？够了，闹哄哄成何体统？既然各执一词，便回执法堂当众审理。遵堂主令。堂主，陈凡杀害王霸，其心可诛。堂主明鉴，是张执事指使王霸害我在先。陈凡，你指证张执事有何证据？据弟子所知，张执事是您一手提拔，按程序，此案应由其他长老主审。本座执掌执法堂100年，从未听过这等规矩。规矩若只约束弱者，便不是规矩，是枷锁。堂主若坚持主审，弟子无话可说，但请在场诸位长老共同见证此案审理全程是否公正无偏。好一个规矩，那本座便不审。李长老，你来主审。遵堂主令。张执事，请你如实陈述，是不是你指使王霸引我们去秘境核心死门？是我指使的又如何？傀儡术是魔教的火星傀儡术。堂主，此子刚才用妖术控制了我。堂主，我全程在此，并未感知到任何魔功波动。陈凡所用功法虽奇，但根基纯正。单凭一方之言，确实难辨真伪。老狐狸，堂主明鉴，弟子所用乃问心神通，绝非魔功。既然张执事要铁证，你又想用什么妖法？事成后，赵铁心，你我共享。这真正无耻老贼！李长老，影像为证，张执事勾结圣子，残害同门，谋害未遂，更存龌龊心思，该当何罪？这影像确实清晰。张执事，你有何话说？都是你害我！是圣子逼我的，他早就对赵铁心有邪念，我只是通命行事。张执事罪行确凿，无需牵扯他人。执法弟子拿下，按宗规
残害同门未遂，奸起邪心，罪加一等，立斩。是。楚天哥，你不得好死！星律长老，你谢不堂主，张执事死前只认圣子。本座说了，此事我自有分寸。是。那弟子建议将此线索记录为待查事项，存档概查。可堂主明鉴，圣子即便未直接参与，亦有失察之过，罚面壁3月，扣除3年资源供奉，不得再议。是。有察就得有赏，陈凡立此大功，执法堂是否该有所表示？陈凡揭恶有功，即日起任执法堂执事，接掌张执事之务。谢堂主。陈凡揭恶有功，晋升为执法堂执事，即刻生效。晋升执事，掌刑律之权，惩恶扬善，符合系统宗旨。奖励：修为提升至金丹初期，上品灵石乘500，获得执法阵旗1套。金丹，陈执事竟然当场结丹了！这小子竟真踏入了金丹境，果然身怀异宝。突破金丹需要补交修为突破情况报告吗？系统建议填写重大事项报告表，归档备查。那报告要求可高啊！陈凡哥哥，太好了，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让你担心了。陈师弟，恭喜！我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谢谢赵师姐，苦尽甘来，不错。清雪，此物乃秘境核心所得，与你灵根同源，或可助你修炼。千年冰晶莲，清雪，此物与你的天冰灵根相辅相成，若完全炼化，或可助你直抵金丹圆满之境。该是我的，机缘是我的，清雪也该是我的。陈凡哥哥，开始炼化吧，为师为你护法。金丹初期，金丹中期，金丹后期，好强的灵力！陈凡哥哥，我要变强，强到能保护你。恭喜你，清雪，如今你的修为已在你陈凡哥哥之上了。赵师姐，此番秘境之行，多亏你并肩作战，这秘境得来的灵果，理应有你一份。陈师弟，那我便愧领了。赵师姐，陈执事对你也是极好呢，你是不是也想嫁给陈执事呀？若陈师弟与清雪师妹不嫌，我自是100个愿意。好了，你们这些小丫头，看到这般好的儿郎，别说铁心，便是为师我，都有些羡慕清雪这丫头了。师尊多次舍身维护之恩，陈凡任凭师尊取巧差遣。如今你二人皆是金丹，清雪更是金丹圆满，不如待宗门大比之后，便择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多谢诸位美意与苏峰主成全。待我完成执法堂整顿任务后，必以最隆重的礼仪迎娶清雪。这要是在现代，还得做财产公证、体检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还是这儿方便。不许想你那些什么规矩。不想了。即日起，废除各堂口风头私设税费，宗门公有秘境要员，一律仅收取基本维护费用，公平向所有弟子开放。本执事英明，早就该这样了。新政一般，执行却难。铁心师姐，需辛苦你带队，重点巡查以往盘剥最甚的几处要地，遇有阳奉阴违暗中阻挠者，无论何人背景，一律按新规严惩。领命，必不使宵小之辈毁此新政。颁布善政，惠及宗门，功德加1，宗门风气改善微末，修为升级至金丹2重，上品灵石乘10。新政推行才3日，已遇到数起公然抵抗，这分明就是挑衅。只是这些堂口背后都有刑律长老或大珠峰的影子，我们是否暂缓新政？暂缓？那整个宗门成千上万无权无势的弟子，就活该被欺压到底吗？传我令，执法堂全体出动，各堂各峰，今日必须按新规执行，阻挠者一律按违抗执法论处。是。王掌柜，我想买株温阳草，配合我的火灵根提升修为。巧了不是？我这正好有一株上好的温阳草，30年生，药力浓厚。看你修炼不易，只收你20灵石。我只有15灵石，是攒了大半年的。算了，看你也不容易，15就15吧，亏本卖你了。前辈，太好了。等等，陈执事，您怎么有空来这儿？我这是做好事儿，帮穷苦弟子。15灵石买温阳草？是，王掌柜说这是30年生的。这不是温阳草。陈执事，你们执法堂可不能乱说啊！我这可是正儿八经从……你是非逼我放技能啊？请你配合调查，
根据规定，你有权保持沉默。好累啊！提示：口业篇启动指令可升级，可供选择的新提示语 ：A. 配合规定正供 ；B. 切你根。切你根？什么鬼？会不会有点草率？王贵，当着所有人的面，你自己说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是赤藓藤的根须，用火灵石粉浸泡染色，成本不到1枚灵石。我从后山废弃药田里挖的，加工一下就能卖10几20灵石。我还在摊子下面藏了30多株假药，账本记载假药1枚灵石不到卖15灵石，太黑了！你差点害死我！执事，这里还有本账册。王贵，过去3个月，你共卖出假药87次，获利1300余灵石，其中有3名弟子因服用你的假药，病情加重。陈执事饶命！我也是按老规矩办事儿啊，药园这么多年都是如此，这不也是为了给咱们执法庭也分点吗？拿下，废去修为，逐出宗门，所有受害弟子由药园双倍赔偿损失。这是的火灵丹效果比温阳草好10倍，拿去修炼吧。这15灵石还你。陈执事，您是我们普通弟子的大救星。破假药案，护弟子安康，奖励修为提升至金丹中期。你们炼气堂克扣弟子法器，2品飞剑的质量哪有这么差的？爱要不要？什么垃圾敢在我炼气堂闹事？铁心，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玄天宗的炼气堂，不同品阶的弟子都可以在这儿领一把对应品阶的飞剑，但是据说这里炼的飞剑质量很差，纠纷不断。之前执法堂都视而不见，要么就是拿不到罪证，要么就是不想管。宗门规定炼气堂掌管着金矿采购和法器炼制，听说每年的金矿报销账单贵得离谱。就你叫史密斯，你们炼气水平也太差了。是啊，陈执事为我们做主啊！早就听说执法堂换执事了，就你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宗门直属，你一个小破执事还没到能管我炼气堂的水平。你们这帮废物嫌弃免费的不行，可以花灵芝买好的。所以你承认了，你们每年花费巨额灵石采购金矿给大家炼气，就炼出这些垃圾。我劝你少管闲事，采购金矿是我说的算，有点材料损耗金也正常。史密斯，你给玄天宗报的冶炼用金矿的采购账单有没有猫腻？白金冶炼矿9万灵石，反正他们根本不看价格，多少都能报销，多出来的钱分给兄弟们。弟子们去查过，100斤冶炼矿的正常价格在50灵石。你是真没浪费这么个名字啊，史密斯。你这妖术果然名不虚传。哼，不管怎么样，材料损耗金是实打实的，不能按执法堂的规矩来。宗门规矩高于一切堂口私规，新规以下，炼气堂必须执行。以后采购金额要执法堂和各封审核。若我不执行呢？那便是违抗宗门法令，执法堂有权强行执行。就凭你一个靠运气上位的金丹中期，你仗着修为，以为就能凌驾于宗门法规之上？法规在修仙界，实力就是法规。在场任何人若是能接我3锤不退，炼气堂就按你的新规来。不仅如此，我先前收的损耗金也全数奉还。若没人能接住我3锤，就带着你的人滚出炼气堂。请我先说好，你们随便几个人来接锤无所谓，但是这3锤下去，你们是死是活，我可不负责。天心，带着弟子们退下去，我一人来接。师弟，他修为高于你，这一战我必须接。第1锤，我什么左？第2锤，第3锤，定胜负。谁敢伤他？金丹大圆满，你是圣女？臣只是推行新政，是为宗门为所有弟子谋福，谁敢阻挠，便是与我小竹峰为敌。按你的规矩，这3锤被接住了，对吧？哼，我输了。炼气堂按新规执行。清雪，陈凡哥哥，没事吧？没事没事，3锤换10锤，值。什么10锤？清雪，今天多亏有你。新政推行如此艰难，你真的要坚持下去吗？必须坚持。今日我若退1步，明日那些欺压弟子的人就会进10步。清雪，这个宗门病了，病在根子里，而我想治好它。那你就放手去做，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用这身修为护你周全。好。张师弟，最近气色不错啊！新政推行后，访视摊位费降了30%，咱们这些外门弟子总算有点盼头了。是啊，陈执事真是咱们的恩人，
我现在每月能多攒50枚灵石，感觉筑基都有望了。好好干，等你筑基了，哥几个给你庆祝。不好了，张勇，你娘寒毒发作了！娘，你可千万别出事，撑住啊！站住！房室内禁止御剑飞行，你不知道规矩吗？对不起，我娘她旧伤发作，寒毒入体，急需这株烈阳草回去煎药，求师兄通融。有急情也不能违反规矩，按律当罚10枚灵石，并扣押飞剑3日。师兄，求您高抬贵手，我身上只有3枚灵石，还是借来的，我就靠着这飞剑做任务养家糊口，扣押3日，我现在连一炷香的时间都等不起啊！放肆！陈执事刚刚上任，向来秉公领法，怎能在你这儿先坏了规矩？且慢！什么情况？陈执事，此人纺织内御剑飞行，坏了规矩，我甚至怀疑他是故意挑衅您的新规。陈执事，我没有啊，我娘病危，急需这药救命啊！看着是个老实人，怎么故意违章呢？带路。寒毒已侵入心脉，烈阳草只能缓解燃眉之急，不是长久之计。娘，都怪儿子没用。这是赤阳丹，专克寒冰掌寒毒，为你娘服下1米。这太珍贵了。陈执事，你是我娘的再生父母，张永愿做牛做马报答您。不必如此，新政推行，本就是为了让所有弟子都能安心修行，不必为生计所困。这2枚丹药，每隔3日服1枚，袋里有50灵石和些温补药材，好生照顾你娘。陈执事，无需多言。只是张永娘亲的病情已无大碍。对了，访视违规飞行之事，记下张勇名字，但暂不处罚。待他娘亲痊愈后，让他来执法堂罚役3日抵过。执事此法甚好，既维护了法规威严，又给了弟子改过的机会，还能让他有机会报答恩情。执法之道本就不该只有冰冷的条规。执事说的是，铁心受教了。执法为民，奖励修为提升至金丹后期，上品灵石100。最后3个名额，错过等10年。看看这获奖名单，卷宗甲3、司路官、参切道人，个个都是有名有号的实在人。10块灵石博1000年仙缘，划算。执事大人，您这名单不对啊！哪里不对？需要捣乱。这弟子曾在金阁打杂3年，司路官并非道号，而是残金阁第3层玉律科文书的统一执香，共有12位前辈担任，他们从不参加任何宗门大比，这是阁规，这名字不该出现在这里。胡说八道！再说你一个打杂的懂什么？还有这个，弟子记得堪切2字是福禄讲验房的专用父亲称谓，早已废弃不用了，怎么会有人拿废弃直属当道号，还字比赛都得奖？对啊，我说怎么这么耳熟？废弃直名，这名单是拼凑出来的。他一个打杂的，记这些冷门东西倒清楚。反了，你个杂役弟子，也敢质疑宗门大赛？我看你是奸细，来坏我大竹峰名声。来人！何事喧哗？你所说，可有凭据？有。这是弟子当年在金阁抄录的《执司杂录副本》，相关记载在此，请执事过目。这必是误会，或许是有人冒用前辈名后参赛，下官也是被蒙蔽了。对，这仨人也忒忙了，啥都参加3人组，被蒙蔽。那这些获奖者领取的奖励又去了何处？这自然是被那些冒名者领走了。下官也是受害者啊。可这名单上的人连续3年都获奖，从未露面领奖。够了，陈执事，此人分明是受人指使来败坏我大竹峰声誉，请堂主严查此奸细。切你根！执事，当着众人的面，你自己说，这名单上的人究竟存不存在？这比赛的奖励到底去了哪里？名单都是编的，根本没有这些人，所有奖励都进了我的储物袋。骗子！果然是骗子！还我灵石！陈执事，弟子一时糊涂，看在我舅舅巨富真人面上。人证物证，亲口供述俱在，诈欺同门，败坏门风，废去修为，没收全部非法所得，赔偿受骗弟子。陈执事明察秋毫，
多亏了那位金阁的师兄是真的，连最底层的杂役弟子都能站出来作证，还能作说。此子不仅天赋异禀，更有经世之才，或许宗门振兴真系于他身。拨乱犯正，维护秩序，所得竟不比单纯诛恶少。这恶贯满盈，或许另有深意。陈凡小儿，断我财路，伤我族人，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什么声音？刘影镜，快找！是不是陈凡那厮的诡计？快分头找，看能不能找到痕迹。没有镜子的痕迹。外面有人，是只野猫。妈的，真是被那小子搞怕了。父亲，并非本圣子怕他，如今他声望正东，又有苏如力保，我又不便直接触犯宗规。圣子所言极是，为今之计，唯有借刀杀人。长老有何妙计？咱们还是在这儿说吧。宗门大比是个好机会，本座可准许陈凡参赛。圣子，你便在擂台上将其……好，本圣子定要他在万众瞩目下死得合情合理。谁在？陈执事，近日你推行新政，颇见成效，做得很好。堂主过奖，分内之事。宗门大比在即，为了推广我执法堂新政，本座决定本次破例让你代表执法堂参赛。果然来了，属下需维持大比秩序，恐怕……本座知你与圣女情谊深厚，为此我特意为你争取到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在擂台上当众战胜圣子，圣子就甘愿放弃月老姻缘，这样大竹峰便再无理由阻挠。届时本座亲自为你主婚，岂不美哉？解除婚约，这老狐狸以此为由，倒是戳中我心事。若能借此机会让圣子一方主动放弃，确是捷径。他们这不是肉包子打狗，正中下怀吗？不是，清雪不是肉包子，既是为了清雪，属下愿望。多谢堂主成全。最终决战，执法堂执事陈凡对阵圣子楚天歌，登台。陈凡，跪下磕3个响头，本圣子或可考虑留你一条贱命。跪下！废物杂灵根也配挑战圣子？要不说你是反派呢，放的屁形状都一样。你最好乖乖听话，这是通知，不是商量。废话少说，楚天歌，你若败了，便去道理管理堂亲口解除那强扭的姻缘线，可敢？陈执事说得好，有何不敢？但就凭你那垃圾武系杂灵根，想赢我是痴心妄想。金灵剑斩，青钢剑赢。陈执事的御剑术竟不输圣子，不过是仗着法器之力，圣子还未动真格。杂灵根的极限也就到此为止了。天火灵根，焚天出海。误土必障，一武神雷，精金剑去！垃圾就是垃圾，五行杂灵根在我至阳至烈的天火灵根面前不堪一击。清雪的天冰灵根尚可与我抗衡，你蝼蚁罢了。天哥的天火灵根乃是我宗100年一见，五行杂灵根如何能敌？除非是那等传说体质。哼，天火灵根不过如此。最硬，看我练了你！金无灵现。陈执事，结束了。谁告诉你，杂灵根就用不出顶级法术？九天玄冰，风！金无续影，顶级冰系法术，不可能！五行杂灵根绝无可能施展如此精纯的顶级玄冰之术，除非他好一个夫妻同心。凡儿，你与圣子虽同至金丹圆满，但楚天歌天火灵根霸道，正面硬还胜算不足30%。师尊，那该如何？你二人阴阳双修，灵根共鸣，清雪的天冰本源可暂时赋予凡儿施展顶级冰系法术之能，此乃唯一克制天火之法。此事是否待我与清雪大婚之后？陈凡哥哥，我早就是你的人了，只要能帮你，我什么都愿意。楚天歌，你输了，遵守诺言。冰系，你们竟然已经双修了！林清雪，你这个贱人！陈凡，我要你死！染血爆元丹，给我破！元婴，这
就是元婴的力量。陈凡，感受绝望吧！我要把你烧成灰烬！楚天哥，你为求胜，竟服用禁药，可悲！陈凡哥哥，卑鄙！宗主，楚天哥服用禁药，已违规矩。苏封主何出此言？此乃天哥压箱底的保命丹药，何来禁药可说？擂台之争，各凭手段。苏封主何必急于插手？都给我闭嘴！死！执法阵旗，立！哈哈哈哈！陈凡，你黔驴技穷了吗？几面破旗子就想挡我元婴之威？楚天哥，你和执法堂主大珠峰主密谋借大笔残害同门，就为了垄断资源，违背宗规，互相分赃，是或不是？是又如何？杀你之后，圣女林清雪就归我，宗门所有资源都是我们的。你妖言惑众！聂镜台，现！圣子，擂台上服下此丹，元婴杀金丹，易如反掌，死无对证。倒是宗门资源都是我们囊中之物。无耻！请宗主严惩！陈凡，这里是擂台，不是你的执法堂，我现在就杀了你！不，我的修为！九天玄冰！陈凡，你竟敢废了我儿修为！小畜生，留你不得！放肆！本座痛心疾首，楚天哥残害同门，罪证确凿，剥夺圣子名号，废去修为。刑律长老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废去修为，逐出宗门。居府真人参与阴谋，罚你将大珠峰所辖所有秘境交由小珠峰管辖。陈凡秉公执法，不畏强权，维护宗门法党。即日起，由陈凡接任执法堂主之位。是。执法堂主，这在前世怎么也算个厅局级了吧？片警升局长，有系统就是。执掌刑律，拨乱反正。奖励：修为提升至元婴初期，上品灵石是1000，获得万里传信法宝。陈堂主英明！即日起，赵铁心晋升执法堂副堂主，总揽日常事务，过往种种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执法堂只奉2字公道。谨遵堂主令，凡有欺压同门、徇私枉法者，严惩不贷。凡儿，你此番整顿执法堂，铲除积弊，为宗门立下了不世之功，宗主对你也是赞誉有加。师尊过奖，若非昔日师尊收留庇护，弟子焉有今日？宗主交予我一项重任，需深入宗门新发现的陨星秘境探查。师尊，此事放心，宗主已亲口许诺，待此次秘境任务功成归来，便亲自为你和清雪主持大婚，风风光光，再无阻碍。又是苦差，生产店的驴也不带这么加班的。算了，为了胡萝卜。那可太好了！陈凡、清雪，你们可要快点完婚，到时候我也好名正言顺的。铁心姐姐，事不宜迟，我们3日后出发。陈凡哥哥，一切小心，我等你回来。堂主、苏峰主，放心前去，堂内有我。保重。想不到平日里直来直往的铁心师姐，也会有张不开口的时候呢。我哪有？感情嘛，不管有多少阻碍，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哎呀，我只是不想耽误你们2个的姻缘。那师姐若是因为犹豫而错失了机会呢？我不会错失机会的，早晚的事儿。反倒是你们2个，现在楚天哥也没办法再觊觎你了。等陈师弟和师尊2人回来，你们快快完婚才是真正要紧的事。师姐转移话题的手法还是有点生硬哦。林师侄，恭喜恭喜啊！月老姻缘簿显示，你与天哥师侄的天定姻缘红光重现，此乃天意，不可违逆啊！老夫特来恭请师侄前往道侣堂，即日与天哥完婚，以顺应天道。胡说！楚天哥已被废修为，禁足在大竹峰，婚约早已作废。陈凡回来，宗主还要为我们主持婚礼。欢喜长老，巨府峰主，
你们想当着执法堂的面强抢不成？月老姻缘部乃是道侣管理堂的仙器，不属于执法堂管理范围，就算宗主也必须遵守。天哥乃我独子，他修为被废，皆因你与那陈凡。林清雪，你身具天兵灵根，乃绝佳炉鼎，唯有你与天哥完婚，以炉鼎秘法，方能让他恢复修为，这是你欠他的。林清雪，等本圣子恢复修为，定要将你赏给封内那些对陈凡恨之入骨的弟子，让他们好好伺候你。等陈凡和他那姘头师傅回来，看到你已成残花赖柳，看他会不会道心破碎，自绝于宗门。这成何体统？陈堂主与圣女情投相合，天下皆知。这封主慎言，此乃月老系统天定姻缘，岂是人力可为？陈堂主，怕是回不来了。吉时已到，新人一拜天地。别急，贱人，炉鼎台早已备好，等着老家伙走完过长节，夫妻对拜之后，我会好好享用你的天兵灵根。等我恢复修为，定让你和那赵天心在我大竹峰弟子身下求生不得。二拜高堂。执法堂主在此，我看谁敢强逼道侣，行此苟且之事。不好，天哥带人走。欢喜，你的对手是我。陈凡小儿，清雪，楚天哥，放开他！休想坏我儿好事！朕。来不及了，炉鼎台给我启动！楚天哥，巨斧真人，尔等假借姻缘之名，行踩步炉鼎之事，伤害同门，天理不容。口业篇，孽镜台。是又如何？他活该！只要能恢复修为，你找死！九天玄冰，永封。碎！清雪，没事了，我回来了。陈凡哥哥，我就知道你会回来。堂主，清雪，你们没事吧？多亏了你，幸亏你留下了那个传信台。我与师尊在秘境中收到传信，立刻不惜代价破开禁制赶回，幸好来得及。陈堂主与圣女历经磨难，情比恒寒，这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请陈堂主与圣女即刻完婚，以正视听。恭喜陈堂主！今日蒙诸位见证，陈凡愿娶林清雪为道侣，此生不负。清雪，你可愿？清雪愿意，一切听凭师兄做主。请陈堂主与圣女即刻完婚，以正视听。今日为师为你们主婚，凡儿、清雪，愿你们同心同德，大道共满。笑话！天地不认姻缘不载，尔等结合不过是野鹤狗血。狗你妹啊！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在骂我？事到如今，你仍执迷不悟，妄图以虚言惑众。既如此，恭请宗主法驾，主持公道，见证因果。陈堂主，各位堂主，何事需本座见证？回宗主，欢喜长老助纣为虐，谋害同门，事后仍矫圣称依规办事，属下恳请宗主见证，辨明其罪。可本座亦想看看，究竟真相如何。切你根！欢喜，你是否假公济私，强逼道侣，助纣为虐？没用的，陈凡，你的妖法对我无效。本座所作所为，皆是以天命姻缘部行事，堂堂正正。命中注定结果，林清雪天命所归，乃楚天歌之道侣。虽天歌已逝，此线未绝，他需待新的天命姻缘出现，而绝非陈凡。陈凡无名无分，姻缘空白，真是月老姻缘簿，天命难违啊！天道姻缘玄妙难测，强行违逆，不但修为停滞，甚至引动天劫反噬。纵然天道不允，纵然前路劫难，我林清雪此生也唯有陈凡一人。今日礼成，我便是陈凡的道侣，
铁心毅力士，此生追随陈凡，祸福与共，无惧天劫。天道姻缘，宗主。欢喜长老既然依规办事，今日我便不予定罪。但楚天歌父子设炉鼎邪法，残害同门，证据确凿。巨斧真人，你虽言依天意，但明知楚天歌心怀不轨，仍助其行凶，是为帮凶，此罪执法堂可管得。炉鼎邪法，罪不容赦。巨斧真人，废除修为，永镇黑狱。今日波折重重，暗章终究礼成。凡儿、清雪，此后大道同行，需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是，师尊。谢师尊成全。今日之事，看似暂了，实则暗流汹涌。那月老姻缘部，管他什么日老月老，往后查清楚便是。现在嘛，春宵一刻值千金，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现在洞房。铁心说的对。凡儿、清雪，今日且安心，其余诸事自有明日。清雪，委屈你了。今日这婚礼，不委屈，能与你名正言顺的在一起，我已心满意足。无论天道如何，你都是我认定的夫君。清雪，接下来我要专心调查月老姻缘部和道侣管理堂之事，此事关乎你我，也关乎宗门根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我明白，你放手去做。这是我和师尊此次从陨星秘境中所得的大部分资源，其中不少对你和铁心的修行大有裨益。你留下足够所需，其余的分给铁心和封上信得过的弟子，抓紧时间提升实力，我才能更放心。好，都听夫君的。你们竟然醒了！昨晚入了洞房，我以为你们今天肯定要睡个懒觉。好啦，来聊聊昨天没解决的事情吧。欢喜长老当时寄出的姻缘部投影，确实是个问题。陈凡哥哥看出什么了？第一，投影中我的名字旁姻缘空白，若我真无姻缘，为何能与清雪心意相通？第二，楚天歌已死，红线却未断。第三，过往宗内弟子也对姻缘部多有怨言，我感觉像被人为篡改。你能确定？需要看到姻缘部本体，以执法堂堂主身份例行魂查，我倒要看看这姻缘部到底有何古怪。走，我陪你去。道侣管理堂水很深，我也随你一起去。我们还没有证据，不能落人话柄，还是我和铁心用执法堂的身份去合法查证吧。夫君，万事小心。哇，这么快就叫上夫君了？你声音太大了。陈堂主留步，道侣堂重地，非本堂人员不得擅入。我是执法堂堂主陈凡，这位是执法堂执事赵铁心，我们来对道侣堂进行例行巡查。这需禀报管事。可以，我在此等候。陈堂主和赵执事大驾光临，在下道侣堂外务执事王通，不知陈堂主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例行巡查。是，请王执事提供以下信息：一、近3月姻缘匹配记录；二、资源发放账册；三、人员名册及职责分工。这可都是本堂内部资料，恐怕不便。根据规定，若川原调阅非涉密公务资料，那就说说哪里属于机密。您这不是为难在下吗？执法部门调查民政材料，还在这儿唧唧歪歪。为难？我看你是心里有鬼。依罪办事，何来为难？若王执事做不了主，请贵堂能做主的人出来。王执事怎么对陈堂主如此怠慢？孙副堂主，陈堂主，老夫孙礼是道侣堂副堂主，手下人不懂规矩，还请见谅。孙副堂主客气，我依规巡查，需要调阅一些资料。应该的，应该的。两位请随我来。王通，你去准备陈执事要的资料，送到我书房来。是。陈执事，请。正好有些执法方面的问题，想向陈执事请教。陈堂主年纪轻轻便执掌执法堂一部，真是后生可畏啊！听说昨日陈堂主大婚，老夫未能到场祝贺，实在遗憾。孙副堂主客气，倒是欢喜长老展示的姻缘部投影让我有些疑问。哦，陈堂主有何疑问？投影显示我与清雪无缘，但我二姻缘部的判定标准究竟是什么？有时看似无缘，实则是缘分未到。那楚天歌已死，为何红线未断？这或许是天意未决。孙副堂主，月老姻缘部存放在何处？可否带我们看？陈堂主，仙气月老姻缘部存放在本堂禁地姻缘阁，按理说非本堂核心人员不得入内，但陈堂主既然有疑问，孙礼，你在做什么？堂主，陈堂主前来巡查，属下正要带他巡查。
道侣堂何时轮到执法堂来巡查了？陈凡，别以为当了堂主就能为所欲为，道侣堂直属宗旨管辖，还伸不到这里。欢喜长老，道侣堂有义务接受执法堂的纪律巡查，若道侣堂确有特殊规定，请出示宗主手谕或宗门法令。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本座今天就告诉你，道侣堂不欢迎你，滚出去！欢喜长老，你现在是在公然挑衅执法堂。按宗规，宗规也要讲证据。先祭重地，你无凭无据，无权进入。来人，送客。堂主息怒，陈堂主也是好意。孙礼，你也想违抗本座？属下不敢。好一个讲证据的道侣管理堂！记住你的话，铁心，我们走。结果如何？有几点发现。第一，拿到的资料中确实能看出来贪污和违规，但都步步涉及篡改姻缘。那等我回去找几个弟子处理了便是。第二，堂主和副堂主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能否将我领入姻缘阁似乎意见不合。我看那个欢喜长老肯定是心里有鬼。但是道侣管理堂执掌县器，权势滔天，没有证据，执法堂和各封主也都拿他们没办法。凡哥，压力不要太大，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就算欢喜长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谢谢你，清雪。那我们还有办法吗？明察无用，唯有暗法。我许有异形幻影术，可完全幻化形貌、声音，模拟修为气息。只是施术期间需将自身真实修为封存，幻化为何等修为，便只能施展何等实力。只有解除之后，才能恢复本人修为。我欲化身潜入道侣堂核心。化身成另一个人的话，谁比较合适？此人王通，道侣管理堂外务执事，金丹初期。据查，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克扣本应发放给新婚道侣的同心玉、鹅和草等资源，并且收受贿赂，将数名资质不合者安排进道侣堂任职，证据确凿。铁心，你带人依法将他秘密拿下，暂时羁押。明白。这种蛀虫拿得名正言顺。凡儿，务必小心，道侣堂禁地，绝非善地。师尊放心。王通，道侣堂外务执事，负责部分资源调度与新进弟子出审。今日正是新人报道之日，晚上再谈禁闭。王执事，小女子柳媚儿前来报道，还望王执事日后多多照拂呢。这位师妹，柳媚儿资质尚可，去那边领取身份令牌与衣物，按规行事。此女媚骨天生，似乎修有特殊功法，绝非寻常新人，需警惕。王执事真是严肃呢。终于，让我看看这操纵姻缘的宝物究竟有何玄机。怎么会这样？被屏蔽了？是什么力量？灰雾，这姻缘部果然有问题，不能让此女影响我的计划。住手！是你，王通，留你不得！不能纠缠。是。元婴巅峰，陈堂主，陈堂主，走。柳媚儿，潜入我玄天宗总道远禁闭，意欲何为？明明在外面是大杀四方的执法堂主，转眼就成了我们道侣堂执事。话说回来，这般模样可比那王通顺眼多了。休要胡言！若不从实招来，按奸细论处，立斩不赦。陈堂主何必吓我？我冒险潜入自有缘由，而且我对陈堂主可是颇为欣赏，小女子自不会虚言。不错，我乃合欢宗圣女柳媚儿，本圣女偏不是那随便之人。若非心所喜、天命所归之道侣，我宁愿境界停滞，也绝不苟合。谁问？我本想偷偷看一眼自己的良人究竟在何方。我白日里稍作撩拨，也是想寻机复制你那王执事的令牌，只因将牌被擒了。你潜入我宗，到底所为何意？我玄天宗有表姻缘不可天命一波，也想寻机复制你王执事的令牌，这也想被擒了。看来是真的，我可以暂不追究你潜入之罪，但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若有异动，我必亲手诛你。全听陈堂主吩咐。聂景台，当务之急是弄清那灰雾为何物。你刚才可有什么发现？那灰雾非比寻常，
给我的感觉，那件干扰之物与姻缘不同源，甚至可能就在这堂内被频繁使用。同源法宝频繁使用，欢喜长老嫌疑最大。刘媚儿，你既愿配合，观察欢喜长老使用时是否有异常。明白。留意道侣堂经手的姻缘安排，是否还有其他女弟子被强行指配给明显不合情理的对象。你怀疑有人在篡改姻缘线？是，但愿是我想多了。我这会儿以王通身份继续活动，查找线索。那我去做什么？你既然已经用伪造的身份进了道侣堂，那我作为王通，帮你在孙礼面前推荐一下便是。陈堂主思虑周全，媚儿遵命便是。只盼堂主查明真相后，帮小女子也查一下姻缘。一言为定。天命道侣，会不会就是你呢？孙副堂主，此次新进弟子中，那柳媚儿资质、心性、仪态皆为上上之选。3日后的姻缘大会，若能让她作为堂主仪式助手之一，必能增色不少。老夫也有印象。也罢，既然王执事开口，便先在姻缘大会上做仪式助手，近身观摩堂主施法。多谢孙副堂主成全，都是为宗门办事，好好干。你近来勤勉，老夫都看在眼里。王执事，对不起，我实在是不长眼。原定司的见习申请通过了，多亏了王执事帮我在孙礼面前美言。好，起码有合法身份了。虽然只是姻缘副本抄录，但放心吧，我知道。不怕1万，就怕万一呗。万事小心。晚上在王通的居所碰面，我会处理掉守卫。王执事还真是神通广大呢，谢谢王执事。有收获吗？手抄了一整天姻缘记录，连个副本的影子都没见到。预料当中，没事，挺过这几天就可以在仪式现场做助手了。区区一介合欢宗圣女，果然还是跟您差得太远了。今天竟然一无所获呢，不像您1天不到就能拿到布局图。2日后的仪式，欢喜长老主祭，孙礼副堂主会在侧监督。你作为助手，离他们很近，能看到他们的动向。知道了，你都说第3遍了，你这么担心我呀？你是重要证人，也是目前唯一能接近核心仪式的合作者，保证你的安全是调查的必要条件。真无趣。那几个弟子今天又来了，说想带我去熟悉环境。你猜我怎么回的？你怎么回？我说王执事说了，新人不能单独外出。你提我做什么？不然呢？难道说本圣女看不上你们这些废物？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柳媚儿，正经点。我很正经呀，你越板着脸，我越想看你破功的样子。 2日后的仪式，你必须记住3点。知道。第一，无论看到什么异常，保持表情平静。第二，不要使用任何合欢宗功法，你是我计划的关键一环。所以我不能出事。知道啦，陈妈妈。什么？走啦，明日见。你担心人的样子挺可爱的。麻烦。大半夜在屋顶干嘛呢？你怎么又来了？睡不着，想问你个问题。说。如果明天真的查出来我的天命道侣在玄天宗，你会帮我找他吗？那是你的私事。可你是执法堂主啊，帮宗门弟子解决困难，不是你的职责吗？如果涉及犯罪，我会管；如果是感情问题，建议你去道侣堂咨询。道侣堂？就现在这个道侣堂？其实我挺羡慕林清雪的。什么？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谁，不像我，还要靠一块破玉布来找天命。你说，天命真的不可为吗？如果天命就是让人痛苦，那为了又如何？说得好，那我再加一句，如果天命给我的那个人我不喜欢，那我就换一个。这倒符合你的性子。你笑了？你看错了。算了，不逗你了，明天见，陈堂主。真是麻烦，想自由恋爱就去嘛，啥天命不天命的，这世界有没有天道，是不是真的都不好说。天地为证，姻缘为本，请仙气显灵，连天结地。连接启动了，显示为灰雾，好像周围没什么人有变动。祈愿既达，天元显化，禀入天元。奇怪，整个仪式看不出任何动手脚的痕迹，但那灰雾看起来天衣无缝。这回长老手段高超，只能等仪式结束问问柳媚儿了。我看得很仔细，欢喜长老的每一个印诀，
灵力的每一次引导都看不到篡改，抄录过程我也全程盯着，预测并无特殊。你的意思是，问题不在仪式过程，也不在抄录环节，唯一异常还是那灰雾，只在副本与本体连接建立的瞬间出现，极其短暂，随后显现的名字似乎就带着那灰雾残留的味道。我怀疑名字在从本体传输到副本的过程中就已经被篡改了，也就是篡改发生在那灰雾遮蔽之下，而这边仪式的所有人，包括欢喜长老，可能都只是在按被篡改后的结果走流程。很有可能。而且今天显现并抄录的一份近期天定姻缘，女方是苏如。谁？小竹峰峰主苏如，而她的姻缘对象是巨斧真。荒谬！师尊怎会与那已被废去修为永镇黑域的巨斧有姻缘？而且时间如此巧合。灰雾篡改发生在连接瞬间，禁地当时除了本体，还有谁在？有一个办法，既然我的孽镜台可照见前因，追溯因果片段，若我将追溯的时间锁定在今日姻缘大会举行副本与本体连接的那一刻，地点锁定在禁地姻缘部本体所在之处。妙啊！堂主难道在禁地也放了不被发现的流影镜？孽镜台，听吾号令，显！黄衣元真，哪有罪？孙副堂主，那个老海人。孙副堂主，你跑不了了。堂主让我找副堂长，你跟随副堂主办事，可知副堂主去向？王执事，孙副堂主刚才去黑域回来，现在应该去禁地了，让我不用跟随。他去黑域做什么？刚回来就去禁地？快走，去禁地拿到证据。王执事、柳师侄尾随老夫至此，可是要行什么歹意？孙副堂主，事到如今，何必再装？陈堂主，您这是何以化身王执事，潜入我道侣堂禁地？老夫愚钝，还请堂主明示。还在这装孙子，成全你，切你根！孙离，你可是利用秘宝篡改月老姻缘簿，颠倒姻缘，祸乱宗门。是又如何？姻缘不是天注定，我才是天。真是中二人中二魂，你别是个 NPD 吧？既然是你干的，还不束手就擒？元婴巅峰，陈堂主果然天纵奇才，藏得够深。不过元婴巅峰确实了得，可惜在化神面前依旧只是蝼蚁。陈堂主，你不该来，更不该知道的太多。杀了你们，谁又知道是老夫所为？执法，去阴曹地府执法。化神又如何？邪不胜正，执法阵起，立！雕虫小技，幽冥蚀骨，参宣！全兵避障！乱神香！合欢宗的丫头，找死！你的对手是我，不知死活，便让你见识化神真正的力量，幽冥鬼域！就是现在！什么？邪魔外道，终究难敌正道煌煌。瞧把你能耐的！来，你再蹦跶一个试试。法宝拿到了。拿到了又如何？你根本不知使用口诀，更不知如何解除蒙蔽。杀了我，这姻缘处的秘密将永远被遮盖。口诀由不得你，孙离，将篡改姻缘、操控此境的口诀与法门从实道来。以血为引，逆天改命，缘法由心，红线可断可连。啊不！原来如此，蒙蔽的是感知，篡改的是映射。逆天改命，缘法由心，给我付！快找苏如师尊的姻缘线，一起寻找。在那里。咦，苏如的名字？什么？师尊的姻缘是我？
竟然还有我。陈凡，如果今天出事，你会先救林清雪，还是先救我？这什么问题？开玩笑的。走吧，陈大堂主。喂，昨天屋顶上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没跟我说天命不可违那种屁话，也谢谢你担心我。陈凡，你看到又如何？苏如恐怕已在黑狱之中成了炉鼎了。师尊，孙俪，你这恶贼，竟敢如此祸害同门，给老夫留下！陈堂主，老夫糊涂，被贼人蒙蔽，成了帮凶，先前多有得罪，此人交由老夫处置。你快去黑狱救苏峰主，有劳长老清理门户。媚儿，我们走，去黑狱。好。制服真凶，复原险气，奖励修为提升至化神巅峰，获得技能记忆掌控。就是这里了，媚儿，跟紧我。挡我者死！苏峰主何必再做无谓挣扎？能成为本座与巨斧道瑶共同享用的炉鼎，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你刚才也看过那些女修了，她们可都曾享受过此等殊荣，如今不也安然在此？苏如，待会儿本座会好好宠爱你，等你被这万魂炉鼎炼去所有反抗之力，便会和他们一样，让我等予取予求。元婴境的炉鼎想必能让我升级到化神巅峰。哈哈哈！呸！无耻之友！等我徒儿陈凡找到宗主，定让你俩神魂俱灭！宗主，你还是别想了，苏峰主，待会儿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欲仙欲死。阴谷兄，少跟他废话，迟则生变。启动炉鼎，本座已经等不及了。这炉鼎阵法已经启动，阵法自成天地，外力难破。到时候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我们享用完这顿大餐。苏如，你的好徒儿陈凡怕是指不上。是吗？那我今日便来做这个天王老子。苏公主，坚持住！化神巅峰，你是陈凡？怎么可能？孙俪那废物，小畜生，你竟然没死，还突破了化神巅峰！两个杂碎，也配提我师尊名讳？今日我陈凡便踏平这肮脏黑狱，将尔等抽魂炼魄，以为诸多被害同门在天之灵。哼，黄口小儿，侥幸突破，也敢在老夫面前猖狂！你来了正好，多一具化神巅峰的肉氏神魂做燃料。陈凡，便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好师尊是如何被吸成人干的！阴谷兄，你我一起镇杀此妖！今日便让你们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冰封万古因果审判。这是什么寒气？现在该清算。检测到滔天罪业，触发因果审判模式，冻结其罪恶之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的报应来了！这是万魂阴阳炼魄阵。我合欢宗古籍有残缺记载，此阵一旦完全启动，无法从外部强行停止，否则会立刻引爆所有被连接者。可有解法？有，但需要我以双修之法，从内部引导阵法能量，将其转化为纯粹的阴阳调和之力，反哺阵中之人。但是我是女的，还需要一个男修一起，心意相通，引导能量流转，而且必须心甘情愿，否则阵法反噬，三人皆亡。凡儿，莫要犹豫，为师我早已愿意。什么仕途名分，什么世俗眼光，都不及你万分之一。这或许真是天命。陈凡，我也愿意，为了救人，也为了我们的天命。这波穿越对我不薄啊！这场面放以前，好，媚儿施法，苏如坚持住。阴阳逆乱，万法归宗，以情为引，化煞为降，结。陈凡，我元婴巅峰了，这阵法引导的能量好精纯。我也突破化神了，而且之前受损的本源不仅恢复，
似乎更加凝实。你们没事就好，阵法已解，我们快出去救人。陈凡哥哥，师尊，苏凤主，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多亏了陈凡和媚儿姑娘。铁心姐姐，放心吧，坏人都被陈凡解决了，我们也因祸得福呢。陈堂主、苏峰主，孙离已被老夫彻底锁住修为，压在禁地，赶来助阵却没帮上忙。发生如此大事，是否去通知宗主？有劳长老去通知宗主。阴谷和巨斧已经被我杀死，身魂俱灭，我们几个留下救人。是。救人容易，救心难，他们身心受创极深。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们这样，那些畜生死得太便宜了。即便救出，心魔难除，道途已断，甚至可能自绝。凡儿，你是否有办法？我心悟得一法，可抚平心灵创伤。我想抹去他们关于黑玉最不堪的记忆，为他们编织一段被强迫在此做苦力，但未曾受到其他侵害的记忆。虽然仍是苦难，但至少道心不致崩溃，未来依然前途光明。此法甚好，我们帮你。诸位师姐师妹，你们安全了。我是执法堂主陈凡，现在我将施法助你们驱散心魔，放松心神，不要抗拒。先带他们回执法堂妥善安置，给予丹药调养，并通知各峰认领。至于此地，从此玄天宗再无黑玉。结束了。诸位同门，今日召集大家，实有要事宣告。近来，我玄天宗接连发生骇人听闻之事，前执法堂主邢律知法犯法，大宝珠峰巨斧欺优弟子，更有黑玉堂副堂主孙礼篡改其长天命，沦为魔窟保护伞，行下天人共愤之举。此等恶行，桩桩件件，皆是在本座执掌宗门期间发生。本座有眼无珠，失察失职，愧对历代祖师，更愧对万千信任宗门的弟子。宗主言重了，此等恶贼潜伏极深，善于伪装，宗主日理万机，岂能事事明察？是啊，宗主。长老不必宽慰，失察便是失察，纵有万般理由，恶果已成，本座亦无颜再居此位。孙礼那恶贼，先前本座亲自提审，望其悔过。他非但毫无悔意，反而口出狂言，不得已，本座已亲手将其诛灭，形神俱灭。为肃清宗门，重塑乾坤，本座决议，即日起铲去宗主之位。陈凡，弟子在。你虽年轻，但天资卓绝，更仅有大气运、大毅力。入门以来，屡破奸邪，救同门于水火，挽宗门于轻微，实乃我玄天宗不世出之奇才。由你接任宗主，统领玄天，带领我玄天宗重现辉煌。宗主，弟子何德何能？像我陈凡，当初不过是一个五系杂灵根的废物弟子，若非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后又蒙宗门不弃，给予执法之责，弟子焉有今日？从未敢奢望此等高位。如今蒙宗主如此看重信任，将宗门重担相托。弟子虽自知才疏学浅，但为了宗门，为了不负宗主厚望，更为了不辜负苏如师尊的教诲和诸多同门的希望，弟子陈凡愿接此重任，并竭尽全力护我玄天，兴我道统，扫除一切奸邪，还宗门朗朗乾坤。好，有你此言，本座便可放心去了。本座稍后便收拾离开宗主峰，往后就在藏经阁清修，指导一下有缘弟子便是。这宗门未来都散了吧，就交给你了。恭送老宗主。陈凡小友，恭喜啊，恭喜！陈凡，恭喜你，恭喜你！陈宗主，不去准备继位事宜，来此寻本座，可是还有疑问。老宗主洞察入微，确实有些小事想私下请教。哦，但说无妨。如今你已是宗主，不必如此客气。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方才听老宗主提及，那孙礼是被您亲手诛灭，但巨斧真人、阴谷老人他们并未形魂俱灭。我用秘法抽出了他们部分残魂，组成了一个故事，觉得颇有意思，想讲给老宗主听听，不知老宗主意下如何？故事，本座倒也闲暇，愿闻其详。话说300年前，玄天宗有位精才绝艺的圣子，
这位圣子天赋卓绝，心机更是深沉。他在一次秘境探中还是散修的因果，又因机缘巧合结识了当时在道侣堂备受排挤、郁郁不得志的执事弟子孙礼。圣子看出因谷修炼的功法阴毒狠辣，且对宗门充满怨恨，也看出孙礼对姻缘之道痴迷，却因出身低微而无法接触核心。于是圣子运用手段和资源，暗中扶持因谷，一步步将其安插进看守宗室易于掌控的黑域，最终助其坐上狱长之位，并利用圣子身份盗取宗门宝材，最终炼成了这面古铜镜和另一件核心之物，交由孙礼执掌，助其铲除异己，最终爬上副堂主高位。从此，圣子手握2把最阴毒的刀，一把刀篡改姻缘，为他筛选特殊体质、优质资质的女修，或铲除情敌，或掠夺资源；另一把刀则负责接收这些资源，用那圣子无意中得来的上古炉鼎邪阵，炼成提升修为、延续寿命的资料，反哺圣子。依靠这2把刀，那位圣子修为一路高歌猛进，地位稳如泰山，最终继承了宗主大位。老宗主，您说这个故事可笑不可笑？可笑，确实可笑，但更可悲。你只知故事一半，可知另一半。那个圣子起初并非如此，他也曾心怀赤诚，立志光大尊门，日夜苦修，赢得上下称赞。那时越往姻缘部显示，他的天命道侣乃是当时的圣女，2人被视为宗门金童玉女，佳偶天成。然而不过数年，那圣女竟对他日渐冷淡，常抱怨他一心修炼，不懂风情。圣子不解，试图挽回，却无意中发现圣女竟与宗内一个无论天赋、修为、地位都远逊于他的普通穷弟子暗通狂曲，眉来眼去。圣子怒而质问圣女，圣女却反唇相讥，说她只知道提升修为，不及那人生动有趣，又心怀宗门。圣子愤懑难平，前去道侣堂查证。你猜如何？姻缘线改了，不错。那该死的姻缘簿上，圣女的名字旁红线赫然连向了那个废物弟子。圣子不服，大闹道侣堂。可那堂主捧着姻缘簿说天命已改，强求无依。宗主亦劝圣子以大局为重。更有甚者，不少弟子在背后嘲笑圣子，说他连个女人都看不住，活该背弃。天意大局，那圣子才明白，所谓天意不过束缚弱者。他呕心沥血维护的宗门，他敬若神明的长辈，在所谓天命面前，都不过是一群冷漠的看客，甚至是推波助澜的帮凶。心死的圣子，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夜晚，将那一对不知廉耻的鸳鸯引入了一处绝地。看着他们临死前惊恐的丑态，圣子心中只有一片冰凉的快意。从那天起，那个一心为公的圣子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只信力量、只信自己的凌霄子。月老姻缘簿不可靠，那就练出能操控他的窜元镜；宗门规矩不可靠，那就爬到最高自己制定规矩；感情不可靠，那就将其变成可以利用的工具。你说这个故事可悲不可悲？你的遭遇或许可悲，但这不是你后来化身恶魔，将更多无辜之人拖入地狱的理由。那些被你们篡改姻缘、夺去幸福的女修，那些在黑狱中被炼成炉党、魂飞魄散的同门，他们的背谁的错？认罪伏罚吧，凌霄子。陈凡，你很强，知道我是化神巅峰，更想用此棋降低我的境界，独自体内爆发。可惜，你看我是什么境界？炼虚境，那就试试。炼虚，100年前的事儿了。你以为这就是上限了吗？这方天地灵气枯竭，道则残缺，已数千年未曾有人真正踏出那一步。今日，本座便让你这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何为合体境。合体境，你竟然……现在知道晚了。本座惜你之才，本欲留你性命，许你权位，让你做个风光宗主，为本座汇聚气运。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自寻死路，那本座便让你在意的那些人一起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生死。蝼蚁，湮灭吧！定！不可能！你大成器，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5系杂灵根的废物，此界灵气限制，怎么可能有人能突破大成？废物！凌霄子，你穷尽一生算计同门，窃取气运，视万物为刍狗，也不过勉强攀至合体，可知为何？我陈凡一路行来，诛王霸，斩圣子，轻执法破阴谋，救圣女，荡黑狱，抚平众生创伤，拨乱反正，所做一切不过4个字：惩恶扬善。天道酬勤，亦赏善罚恶。
你窃取的是灵气与生机，积累的是罪业与诅咒，而我积累的是功德与正斗。你靠掠夺强行提升，根基虚浮，道心染尘。我凭本心行事，念头通达，道基稳固。今日之果，皆是你我往日所种之因。胡说！力量就是一切，胜者为王。你不是喜欢讲故事吗？我也为你补充一段。当年圣女为何离你而去？真是她水性杨花，还是你凌霄子自从成为圣子，便目中无人，将她视为附庸？你可曾真心待她？你满心只有你的宏图大业，修为境界，在你心中，情感不过是可利用的工具，一旦无用，便可弃如敝户。这样的你，凭什么怨怼姻缘部背叛了你？不过是个被权力和欲望吞噬的可怜虫，一个恶贯满盈却不自知的小人。我是个小人，我好后悔啊！吉时已到，拜见宗主。愿宗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本座陈凡继任宗主之位，自此玄天宗内法度严明，善恶有报，宗门之外必有苍生守正苍仙，望诸位同道共勉之。是。行，都起来吧，都街坊，都这一片辖区内的，往后咱都好好的啊，都不差事儿，有事就联系我。这咋还是片警？主持就交给我吧。随你。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君，今日我们4人同时嫁你，这洞房花烛，你先陪哪位姐姐啊？媚儿妹妹，何必分先后？反正来日方长。春宵苦短，我全都要。自此，玄天宗在陈凡宗主及其4位宗主夫人的治理下，日益强盛，成为此界当之无愧的正道魁首，绵延万载，激励着后世无数修士坚守本心，惩恶扬善。